王洪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瞬间点燃了国内教育界关于天才的讨论。一个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天才到底能不能被制造？少年班、自主招生、奥赛、秋班，半个世纪以来，为了找到那些能够改变未来的人，我们设计了一层又一层精密的网，试图去定义、捕捉乃至批量制造天才。但最终，一个没有少年成名、没有奥赛光环，甚至没有被任何体系提前标记的小透明，却走到了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望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精英选拔实验，看看这台天才制造机是如何诞生、如何运转，又如何在一次次失败中不断演变的。一切要从49年前一封10页的长信开始。要讲清楚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天才制造史，我们必须把视线拉回1977年。动荡的10年刚刚结束，高考恢复，科学的春天来了。但摆在大家面前的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经济落后，科技水平被世界甩开太远。一个巨大的问题拷问着所有人：一个落后太久的国家靠什么追赶世界？答案是人才。可是培养人才需要时间。一个科学家的成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再到真正能够独立研究，往往需要20年。对于当时急于追赶世界的中国来说，时间太宝贵了。于是，一个大胆的方案被旧事重提，提前找到那些特别聪明的孩子，把他们集中起来，用最快的速度培养成未来的科学家。这个思路肇始于物理学大师李政道。1974年，李政道回国，他向高层提出一个建议，像招收芭蕾舞演员那样，从全国挑选少数13、14岁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里去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他的逻辑很简单，天才本来就存在，只是被埋没了。我们要做的只是发现他们，然后为他们提供阳光雨露。这是一种花园逻辑，先有苗子，再建花园。这套逻辑不是用来筛选赢家的，是用来发现特殊儿童，给予特殊培养的。但这个理念有一个关键的前提，你必须先找到那个天才苗子。而找到天才苗子的方法，在当时还没有想好。而就在这时，一封写往北京的信，却让一个叫宁博的孩子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视野。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林给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信中举荐了他朋友的孩子，赣州8中13岁的学生宁博，说这孩子3岁就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6岁自学中医，8岁精通围棋。11月3日，方毅亲笔批示，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很快，中科大派人赴赣州考察，并给宁博和另外几名同样优秀的同学做了一场特别考试。宁博考了第2名，第1名是同校的许晋，但许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报道里。信里写的是宁博，方毅批示的是宁博，媒体等待的也是宁博。随后，方毅在北京接见了宁博，两人下了盘围棋，宁博全胜。下棋的照片登上了全国媒体，一个13岁的孩子从容落子击败科委主任，这画面太完美了，完美的诠释了科学的春天里，年轻人正在超越老一辈。于是，天才宁博和中科大少年班一起诞生了。此时，中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天才选拔体制。宁博走进少年班，不是因为他通过了考试，而是因为他符合了时代对天才的想象。他不是被选拔出来的，他是被推举上去的。入学后，宁博很快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物理和数学上，他热爱的其实是天文与人文社科。他曾向学校提交报告，恳求转学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学。按照常理，好不容易找到的苗子应该按照兴趣和资质培养，但在当时，它是国家少年班制度成功与否的旗帜。最终学校回了6个字：既来之，则安之。他被安排学习理论物理，理由是孩子聪明，应该学高能物理，这对国防有用。而真正让他窒息的还不是专业，而是那副天才的枷锁。在少年班里，他身边是一群同样被称作天才的孩子。谢彦波15岁读研，甘正16岁留校。后来他们一个与导师关系破裂，一个患上精神疾病。宁博是其中最耀眼的，也是被压得最重的。领导关注他，媒体追踪他，他的故事成为无数家庭教育孩子时口中的传奇。他后来回忆说，即使是我的父母，也更愿意接受媒体塑造的那个天才宁博。
真实的宁波是谁？没有人关心。19岁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他3次报名考研都没进考场。为什么他没有继续深造？外界有各种猜测，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少年，逐渐开始寻找一条不再被天才定义的人生道路。1998年，他在一次央视访谈中公开表达对少年班的质疑，那是他第一次真正说出自己的声音，但已经太迟了。2003年，38岁的宁波离开大学，到五台山出家，5年后还俗。后来他考取心理咨询师资格，从事儿童心理咨询。10年后，他对媒体说，境况还不错，可以做自己心甘情愿做的事情。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比任何成功故事都更加沉重。然而，少年班作为一种制度探索，并没有因为宁波的悲剧而终结。恰恰相反，宁波们的发现刺激了全国高校的效仿。到1985年，全国已有12所大学先后办起了少年班，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纷纷入局。神童成为那个年代最炙手可热的招生概念。他们从宁波的案例中学会了心理测试、复试考察、弹性学制，体制变得越来越精良，选拔似乎越来越科学，但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到了1990年代后期，绝大多数少年班因生源枯竭、管理困难而陆续停办。北大清华的少年班早已消失在历史中，只剩中科大、西安交大和东南大学3家艰难维持。狂热的全民神童崇拜退潮了，这也让国家深刻意识到，过早的拔苗助长不仅造不出真正的天才，反而会把最具潜质的苗子毁掉。于是体制开始反思，并在几年后做出了第一次重大转向，把选拔的权力下放给高校，允许大学在更成熟的阶段根据自己的标准去寻找那些有特殊才华的苗子。于是中国的精英人才选拔实验进入了下一阶段。第2章，套利者。少年班的热潮退去了，但制造天才的紧迫感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高考恢复10多年了，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但另一个问题开始浮现：应试教育为分数论。一个学生能不能上大学，上什么大学，完全由一张卷子决定。社会开始反思，那些某一领域有专长的偏才，那些天赋惊人但不善考试的怪才怎么办呢？1990年代中后期，素质教育逐渐成为官方话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教育部启动了一项新制度——自主招生。高校被允许拿出不超过5%的招生名额，自主组织考试，降分录取那些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这是体制对宁波教训的一次制度性回应。既然过早的选拔会拔苗助长，那就把时间推后；既然高考会埋没人才，那就给非标天才留一扇侧门。但侧门开得越大，挤进来的人就越多。21世纪初，中国出版业市场化转型，一个叫陆金波的出版商走上了前台。他精准捕捉到了社会对神童故事的渴望和对文化偶像的崇拜。于是，一批少年作家被批量制造出来。韩寒、郭敬明、蒋方舟这群20岁不到的年轻人被推上畅销书榜单。在陆金波的 IP 宇宙里，青春期的韩寒是叛逆少年，负责对应试教育的反抗；而年龄更小的蒋方舟则是天才少女，负责迎合大众对神童的想象。蒋方舟的天才养成计划甚至开始得更早。他的天才之路始于一个精心设计的剧本。7岁时，妈妈告知他，国家规定小学生毕业前必须出一本书，否则警察会抓人。当警察的爸爸拿出手铐配合演戏，一个7岁的孩子哪里能分清真假，在恐惧下开始疯狂写作。2年后，9岁的蒋方舟在妈妈的运作下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此后11岁出版《正在发育》，12岁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从此，天才少女作家的标签被牢牢焊在了她身上。蒋方舟后来承认，她9岁成名，从那时候起就不断地扮演一个天才作家的样子。2008年，19岁的蒋方舟参加清华自主招生考试，获得降60分调档的录取优惠。表面上看，他资格过硬，完全合规，但却引起轩然大波。最终，他高考总分561分，距清华统招线差了整整53分。最扎眼的是，一个靠写作天才拿到特权的少女作家，高考语文只有117分，其中作文竟然没有写完。她自己解释说算错了时间，只好给作文匆匆结尾了。公众愤怒了，一个连高考作文都不过关的人，
凭什么享受60分的特权？蒋方舟成为自主招生制度第一个被放大到公众面前的争议个案。然而，争议并没有阻碍他的前程，此后他一路顺畅。2012年，23岁的蒋方舟任《新周刊》副主编。2016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但质疑从未停止。叛逆少年韩寒早已跟体制决裂，并拿到了赛车冠军，而他却被自己天才少女的人设画地为牢。2012年，有人公开质疑其早期作品由母亲代笔，他选择不回应。那个从7岁开始被设计出来的天才剧本，像一根越绷越紧的弦。2025年8月，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硕士论文存在系统性造假，被他公开否认。然而11个月后，人民大学发布通报，认定论文构成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蒋方舟道歉了。从7岁到37岁，精心设计的剧本以一场学术清算落幕。如果说宁博是选拔制度的实验品，那么蒋方舟就是制度的套利者。他用人工打造的符合规则的形象去叩门，套取体制红利，也让天才这个词从一种能力描述变成了一种可以争夺的社会资源。他确实套到了利，前半生是天才红利，后半生将用来偿还天才黑利。后来，随着自主招生的发展，类似争议不断出现，标准不透明，评价弹性过大，背后运作空间增加，让社会开始重新审视这套制度。2014年，教育部开始限制高校自主招生权限。2020年，自主招生被强基计划取代。那扇为偏才怪才留的侧门，因为被反复投机套利而永远关上了。但问题却没有消失，一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发现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如果完全依靠统一考试，可能错过特殊人才；如果给予太多自由，又可能产生包装和操作。少年班时代，国家发现太早定义天才可能是一种伤害；自主招生时代，又发现定义天才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于是，新的实验开始了。既然人的故事可以包装，身份可以塑造，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加客观、难以伪装的标准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让能力自己说话，让竞赛题证明一切。于是，中国的精英选拔只剩下了一条路——学科竞赛。自主招生的侧门被挤破了，体制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任何没有刚性标准的选拔都会被投机者钻空子。于是，选拔必须回到最硬的东西：分数、竞赛、金牌。如果说之前的选材模式是花园模式，先找到那些与众不同的幼苗，再把它们移进最好的土壤里培养，那学科竞赛就是漏斗模式。它不再首先寻找苗子，而是让大量学生进入竞争，通过层层筛选，最终留下最顶尖的一批。这套漏斗其实从20多年前就开始搭建。1985年，中国首次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1986年正式组队；1991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正式命名，全国联赛、全国奥赛、国家集训队、国际奥赛的完整选拔链成型。2001年，教育部允许奥赛获奖者保送大学，漏斗变成了黄金通道。它透明、可量化，看似无法作弊。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不需要老师写信，不需要母亲编剧本，不需要出版商包装，只要做对题就能一路漏下去。韦东奕就是从这个漏斗里漏下来的那粒金子。他初二被中学教练发现，进入奥数训练队，15岁免试直升。在国家集训队8场大考，每场4小时解3道题，24道题他做出23道半，创下纪录。2008年，16岁，第49届国际奥赛满分金牌，全世界仅3个满分。2009年，17岁，第50届国际奥赛再次满分金牌。2010年，韦东奕被保送北大，他的履历是纯金的，没有人质疑他的天才，因为他的一切成就都写在公开的试卷上。2021年，一个采访视频让韦东奕意外走红。他提着一袋馒头，一大瓶矿泉水，头发凌乱，言语木讷。网友叫他为神，神这个字他是被动接住的。如果说蒋方舟代表的是上一代社会对天才少女的想象，少年成名，媒体追捧，破格录取，那么韦东奕代表的是另一种想象，真正的天才不需要包装，甚至越不像天才越像天才。在经历过天才标签被不断消费的时代后，大众开始寻找一种更加纯粹的形象。韦东奕满足了这种期待。他不是被塑造出来的传奇，他像是从数学世界里生长出来的人。
蒋方舟需要不断证明自己配得上天才少女的标签，韦东奕则根本不在乎那个标签。他不上网，不用智能手机，不看新闻。大众在追捧韦神，但他本人对此完全免疫。流量需要韦神，韦神不需要流量。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数学世界里。近年来，他的研究成果逐渐呈现。奥数金牌每年都有，但能在顶刊发论文，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人凤毛麟角。韦东奕的存在证明了客观的竞赛漏斗确实能够筛出不掺杂水分的天才。然而，一个漏斗一旦成为唯一的上升通道，就必然被投机者盯上。而这一次的投机不是个体的钻营，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工业化的逆向工程。2003年，北京大学研究生张邦鑫和曹允东创办了一个叫奥数网的论坛。那一年非典停课，这个在线答疑的论坛意外火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奥数不仅仅是几个尖子生的游戏，它是一桩天花板极高的生意。同年8月，两人用东拼西凑的10万元注册了公司，学而思由此诞生。学而思踩准了风口。小升初取消统一考试后，奥数成绩迅速成为进入重点中学的硬通货。2007年，学而思引入1000万风险投资。2010年10月，他在纽交所上市，市值近13亿美元。资本的逻辑是规模化，而规模化的前提是标准化。学而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奥数进行逆向工程，把原本需要灵光一现的智力游戏拆解成可复制、可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2010年，学而思推出了小学奥数12级体系，将整个小学奥数切割成计算、整数、图形、应用、形成、组合、技术、综合等8大模块。过去，奥数培训是有门槛的，主要集中在少数有奥数传统的重点中学，覆盖的学生极为有限。但在学而思诞生以后，奥数被彻底大众化了，只要交学费，人人都可以去学。一个海淀区的孩子从小学1年级甚至幼儿园大班就开始占坑，周末全天泡在学而思的教室里，成了一代人的童年标配。这套工业化操作带来了2个致命的连锁反应。第一，奥数从发现天才的漏斗变成了制造考分的流水线。奥数成绩不再代表天赋，更多的反映家庭投入和培训强度，选拔功能严重扭曲。第二，全民内卷被彻底引爆。拿海淀区来说，2017年6小强名校的点招规模总共只有2000人，而海淀区小升初的人数总共是2.4万人。原本只有少数尖子需要参与的游戏，最终扩大10倍，让无数孩子成了分母。韦东奕证明了漏斗能筛出金子，而学而思们证明了另一件事：就算漏斗里没有金子，他们也能造出看起来像金子的东西。当工业化的培训班可以批量生产竞赛选手时，奥数作为选拔工具的效力已经大打折扣。2012年起，教育部多次出台文件叫停奥数培训，但各种培训仍然以思维训练等名义继续火爆。2014年，竞赛保送政策大幅缩水，仅保留集训队极少数名额。然而，作为高考外仅有的一条通道，竞争不仅没有停，反而加剧了。漏斗已经被彻底填满了，奥数不再是少数天才的赛道，它变成了一场全民的军备竞赛和资源消耗战。有一个数学家对眼前的一切痛心不已，他意识到旧的漏斗已经失效，于是他决定重新设计一套选拔体系。他就是被誉为数学沙皇的华人数学家邱成桐。他的成长轨迹恰好是中国式选拔体制的反面教材。邱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其后迁居香港，14岁父亲去世，家境困顿。中学数学成绩也不算突出，反倒是沉迷于古代诗文之中。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次偶然的相遇。1969年，即将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邱成桐遇到了来港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陈省身发现了他成绩之外的数学潜力，后来邱成桐赴美师从陈省身深造。7年后，27岁的邱成桐攻克世界微分几何难题卡拉比猜想，一举成名。1982年，他获得菲尔兹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世界最高数学荣誉的华人数学家。2009年，邱成桐回国，在清华大学创办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致力于国内高级数学人才的培养。然而，他逐渐发现一个问题：中国最聪明的孩子正在被一套错误的体制耽误。他的矛头直指奥数。在他眼里，
当前长期高强度的奥数培训正在大量消耗孩子的天赋。国内许多在奥赛上斩获高分的孩子，进入大学后，数学热情已消耗殆尽。有人改行投身高薪的金融行业，有人在面对真正的前沿科研时一片茫然，甚至写不出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而剩下的少数苗子也不得不把大量时间花在初等数学的解题套路上，而迟迟无法深入学习高等数学。而这种长期的套路化训练，正在杀死研究者最宝贵的东西——提出问题的能力。邱成桐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发声，痛批这种应试异化。中国现在的奥数不是数学，而是应试技巧训练。很多孩子拿了金牌，却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数学科研。在他看来，奥数考察的是解题技巧和速度，方法是别人给的，弄熟了再去答别人出的题目。但真正的数学研究往往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最重要的问题和方法还没有被提出。数学家需要面对未知，需要创造新的方法，甚至需要花费几年、几十年去探索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当学而思们将奥数解题做成精密的逆向工程，选拔出来的便只是封闭赛道解题工。一旦将他们扔进没有标准答案的学术前沿，这套刷题得来的技能便瞬间失效。邱成桐决定亲手设计一条全新的通道。2021年，清华大学成立求真书院，推出了邱成桐数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邱班就此诞生。邱班的设计逻辑与奥数的漏斗模型截然不同，这套模式在制度层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彻底摒弃了高考与中考，甚至绕过了奥数竞赛保送的既定规则，允许招收初三至高三的学生，最小的年仅13、14岁，直接进入清华进行本硕博8年贯通培养。选拔流程包括初审、数学基础测试、学科能力测试、面试、心理测试等环节。邱成桐抛弃了那些刁钻古怪的初等数学技巧，笔试直接考察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大学高等数学，甚至加入现学现考环节。教授先讲一段新知识，再让学生现场运用，考察的是学习能力，而非已有知识的熟练度。面试则由大学教授把关，考察孩子的数学阅读能力、抽象思维以及对科学的热情。邱成桐试图打造一个数学桃花源，用大师直选的方式，把真正有潜力的苗子在14、15岁时就拉进清华，用顶尖的学术资源保护起来，让他们彻底脱离中考、高考和奥数刷题的残酷内卷，直接对接世界最前沿的数学研究。然而，社会的焦虑远比大师想象的更为严重。在竞赛与高考通道极为拥挤的当下，邱班一旦与免高考、直升清华挂钩，它就不再是一片安静的苗圃，而是一条新的、更陡峭的赛道。培训机构迅速跟进，邱班冲刺班与初中微积分特训营随即上市热销。11、12岁的孩子开始被家长压着，超前背诵大学数学公式，尝试再次用工业化刷题和面试套路去破解大师的直选。漏斗不仅没有打破，反而更加提前了。2026年6月，邱班预科生期末考核成绩不佳，有传闻传出，在随后用高考卷进行的补测中，平均分仅110分。该传闻虽未经官方证实，但它精准地刺痛了公众的神经。这些走精英通道的天才孩子，在大众通道高考面前，居然连普通重点高中的中等生都比不过。邱成桐本人怒了，他强硬地表示，求真书院不是名校跳板，只培养基础数学科研人才，不合格必须清退。而家长们也急了，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进邱班，放弃了普通高考和其他升学途径，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一旦被清退，甚至连当年的高考都已错过。邱成桐的困境在于，一个没有被体制制造过的人，试图设计一个不伤害天才的体制，但他试图用花园的逻辑去替代一个已经被漏斗逻辑统治了20年的系统。但花园一旦有了围墙，就会有人研究如何进入围墙。这正是中国精英选拔史上反复出现的循环。自主招生想寻找特殊人才，后来被包装者利用；奥数想发现数学天才，后来被培训产业破解。邱班想绕开奥数漏斗，投机者却挖穿了他的围墙。他想种树，人们却只想要他的树苗去换门票。制度的网无论怎么改，从行政破格、主观面试、客观竞赛，再到大师直选，它依然是一套由上至下精心设计的精英容器。
所有人都在紧盯着清华求真书院、少年班和国际奥赛金牌，以为这就是中国天才苗子的全部。然而，一位没有进入任何天才培养通道的中国年轻数学家，却在不知不觉中站上了数学世界的最高领奖台。2026年7月23日，4年一度的菲尔兹奖名单公布，王洪的名字迅速成为国内教育界与学术界热议的焦点。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去发现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那么王洪的出现像是给这场漫长实验留下了一个新的问号。回头看前面几代天才的故事，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一个清晰的标签。宁博是13岁进入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蒋方舟是9岁出版作品被媒体追捧的天才少女，韦东奕是奥赛双金牌得主，竞赛体系的模范样本。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经站在某种选拔体系的聚光灯下，但王洪不一样。如果按照中国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天才模板去衡量，他甚至显得有些普通。他没有少年班经历，没有奥赛光环，也不是从某个精英培养计划中脱颖而出。他更像一个没有被任何特殊制度提前标记的人。然而多年以后，他却站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这也让人重新思考，如果一套制度真的能够精准找到所有天才，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出现在制度之外？1991年，王洪出生在广西桂林平乐县沙子镇，父亲是镇中学的数学老师，母亲是英语老师。4岁那年，他被开水烫伤右臂，被迫停学治疗。父母怕耽误孩子，就把小学1、2年级的课本拿给他看，发现他总能专注地看进去。于是他在病床上完成了1年级的学业，直接进入2年级。到了3年级再次手术，又在病床上自学1学期，跳过4年级上了5年级。2次跳级让他在求学历程中总是比同龄同学小2岁。13岁，他以平乐县第1名的成绩考入桂林中学。那时候的王洪更像我们身边的普通学霸，相比于那些竞赛大神，还算不上天才。他参加过1次高中数学联赛，只拿到省内1个普通奖项。高1他的课业成绩排名还在100名开外，到高3才挤进年级前10。2007年，16岁的王洪参加高考，数学考了136分，最终以总分653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当时他已经抱定学数学的决心，说不定哪天能证明一个定理呢。但他的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直到大2才通过校内转专业考试转入数学学院。北大数院是中国数学界无可争议的 Top 1，汇聚了中国数学专业最顶尖的一批师生。进入数院后，王洪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奥数金牌得主的窝，同班同学里有后来同样拿飞奖的邓玉以及柳智宇等奥数金牌大神，还有苏伟杰、唐云清、孙鑫等一大群高手。这种天才云集的环境，数学氛围浓郁，但竞争十分激烈，教学资源向尖子集中。王洪从没受过系统的竞赛训练，又是半路出家，在这种环境中压力巨大。王洪后来回忆那段日子，不由感叹，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2011年，王洪本科毕业，北大的学习经历给了他扎实的数学基础，但既有主义的氛围也让他感到 discouraged。那年恰逢法国名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到北京招生，于是他踏上了赴法留学之路。当时的王洪正处于紧张焦虑的低谷，而巴黎的风气却完全不同。导师伊万马泰尔开导他，不必硬钻牛角尖，可以把积攒的疑问统一记录，见面集中探讨。王洪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不需要单打独斗，有人愿意帮助我，这给了我一些慰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修任意感兴趣的课程。王洪尝试学了半年建筑，并走进巴黎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1个月。1个月后，他放弃了。他自己后来解释，我意识到建筑需要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限，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这次出走让他更加坚定了对数学的选择。当你吃透一套数学理论时，你会感受到极致的清晰、优美和简洁。2015年，王洪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遇到了著名数学家拉里·古斯。古斯是当代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的顶尖学者，但他与王洪的相处方式却更像一个倾听者。和周围那些快而准的数学天才不太一样，王洪的思维方式很发散，他的很多想法与众不同。
古斯没有让他去改正或跟上别人的节奏，而是鼓励他把脑子里成熟不成熟的想法全部先道出来。他会先认真倾听，然后跟随他的思维过程提出角度独特的问题。在这种交流中，王洪感到自己被理解、被启发，而不是被评判。古斯还有一种罕见的耐心，即使预判某个研究方向走不通，他也不会立刻喊停。他会把问题交给他，给他充足的时间自己去寻找答案。王洪后来说，自己发现想法有缺陷，远比别人直接告诉他要重要得多。这种不催不赶的放养式引导，与国内制造天才的赛马体制形成了精确的对照。国内体制的逻辑是筛出最快的，奖励最熟的，淘汰最慢的。他需要孩子在18岁之前就拿金牌，进少年班，被选中，大学还要拼绩点，卷论文。这种体制当然能选出精英，但你必须不停地向前跑，一旦滑落就会被体制抛弃。这也是家长和学生们如此焦虑、热衷制度投机的根源。而王洪的人生是另一种节奏：16岁被北大调剂，19岁在数院挣扎，22岁差点转行去学建筑，直到28岁博士毕业时依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如果放在国内的天才制造流水线上，他可能在小透明阶段就被淘汰了。而古斯看出了王洪慢而深、不被传统思路束缚的研究特质，他没有把它改造成一个标准件，他只做了一件事：等。2025年2月，王洪与各大学者合作，在预印本平台 Air14 发布了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解决了3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研究的是一个看似很小的空间到底能不能容纳所有方向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是现代数学调和分析领域的一块基石，支撑着信号处理、医学成像等众多技术。100多年来，众多数学家为此耗尽心血，却没有突破。而王洪的方法独辟蹊径，他融合多种前沿思想，发明了颗粒化空间建模的研究方法，将研究的视角从复杂的管道拆解成一粒粒微小的颗粒。这一方法不仅解决了难题，更为整个几何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2025年10月，王洪获得塞勒姆奖，该奖被视为菲尔兹奖的风向标。2026年7月23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王洪与同届同学邓玉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王洪也是该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得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尝试寻找那台天才发现机器，从少年班到自主招生，从奥赛到秋班，每一次改革都比上一次更接近答案，但每一次也都留下新的问题。最终，王洪给出了一个最意外的答案：真正重要的不是设计一张完美的网，把所有天才捕捉进来，而是创造一个足够宽广的世界，让那些暂时没有被发现的人也有机会成长。因为有些天才在被发现之前，或许看起来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